那其实我们还是有看到说，其实我们针对现役的一些像县市首长或者一些像是军事人国家安全的相关人员的话，那么他附中甚至出国都要报备，这个部分是已经有了哦。对。那立委的这一块只是说去做一个跟进的一个动作而已啦。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因为就是顺着刚刚来讲哈，就是说附中报备这件事情来说了哈。那我们把底线踩紧的，那就是说至少在现有的规范底下，我们是不希望看到说我们的地方首长哈，那附中交流的时候有做出了跟法规规定上面有一些落差的这个事情。我有2个议题想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哈。第一个就是说卖水果是不是一定要承认92共识？卖水果就卖水果，是不是一定要在你的世家上面贴上我是92共识的世家才能够卖得出去？我觉得世家应该会抗议吧，我就世家，为什么我变92共识世家？对，所以我想提出来的第一个呼吁，它不见得违背法律，但是我们是希望说，你如果真的是要去卖水果，要去做交流，那你不需要挂上太多的政治语言了，尤其是在台湾没有共识的政治语言。你如果今天去是说我要卖的是自由民主的世家，我觉得大家都给你一个赞。可是你今天去说我要去卖一个92共识的世家的话，或许台湾有一些人觉得 OK， 但是也有一些人觉得不 OK。那这样子的语言就引起了台湾的对立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了哈。这是第一个。那再来第二个，刚刚提的第一个那是政治问题了哈。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法律问题了。现在写得很清楚哈，我们的地方首长要到中国大陆去交流，那你一定是要报备你的行程嘛。那结果他说他是去见了宋涛，他也是落地才知道。可是我们看就不是这样啊，他的行程排出来了之后，你说国台办公布的讯息，然后连中国大陆的这个记者，还有我们的驻中的这个记者都收到采访通知，那他的幕僚难道不会跟他讲？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不需要跟主管机关，也就是我们陆委会，就算打一通电话啊，或者说提前一下跟我们讲都。那也是让我们隔天看了新闻才知道说啊，原来他去见了宋涛，还讲出了这个支持92共识这样子的这个话，所以这个就是法律了。像这样的这个法律的话，就是说他明明知道会有这样子的行程，然后没有跟我们报备，或者是好，你就算事前不知道，但是你也没有提，你也应该要在知道的时候要提出来做一个说明。这有可能以后不让他去了吗？现在卖不了92共识世家。我们还是要卖自由民主的世家啊，世家我们一定努力的去卖，然后卖不到中国去，我们卖到日本去。但是至少附中交流要对陆委会报备这件事情来讲，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既有的法令我们要踩紧。我们今天在这边不是要去针对说是不是要求你一定要接受或反对92共识，主要还是在针对说，你如果真的是去交流，你不要去谈一些跟交流无关的事情。或者是你不要去谈一些引起社会对立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基本的底线了啊。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有了第一次，你有了第二次，而且第二次还比第一次严重，明知故犯的话，那陆委会当然不可能不管。但这个事情还是要经过联审了，也不是陆委会说了算哈。所以我想说，在这个等到他回来做了说明，我们做好一些行政调查，然后再召开一些这个联审之后，然后会做一个适当的这个应处。立委附中哈，他有没有要做行程的这个报备？他现阶段来讲，如果法规没有，他要见谁，我们管不着，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但是行政首长是有的。行政首长是有，所以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既有的法律，我们要副主委、省副主委的立场就是说，那我们希望说尽量的跟朝野立委做一些沟通，然后我们觉得说，时机成熟了，或者当大家都同意的话，我们在相对应的一个比例原则的情况底下去慢慢的把国安这件事情去往前推进。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马英九的那个师生团哈，就是马前总统那一团。对，我下一题就是要问这个。哇，我们很有默契，超有的，心灵相通说。对，所以我举个例子就是说，那个马前总统的那一团其实炸完锅了也很久哈，我们是12月才发函，然后他也在用回函的方式。所以大家都知道公文往返一来一往都是需要时间啦，绝对没有像大家讲的那么快那么容易。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按照法律规定来讲，可以跟各位听众跟各位观众也跟实习者报告。那现在的程序像马办的那个部分，到底要不要惩处他哈？对。那现在还在走程序。第一个就是说，我们12月的时候发函，12月底的时候马办也回函了。但现在是萧旭成执行长是他希望能够当面说明哦。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安排让他做当面说明，你就来联席会说哈。那来联席会说了之后，那么这个联席会像是移民署哈，像是陆委会等等相关的这个单位，那么会针对他的这个说明，针对书面的说明、口头的说明，再针对我们掌握到的一些事证哦，然后再去看相关的这个法律的规定，才会做出最后的这个决定出来。马英九的那个中国学生团啊，他就是那个女孩子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出了中国台北，你们判断认为说这是他的直接反应，还是说其实这种都应该有一些指令？
他是不是当下的一个膝盖式的这个说法回应出来，我们当然只有他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合理的判断是在于说，第一个，我们曾经希望说3不1低调嘛，你可不可以不要接受媒体的采访？但他们拒绝了嘛，他们希望要有媒体采访。好，那我给你媒体采访。再来第二个就是说，他每一天的发言人大家如果把时间往回推，他每一天代表这个师生团的发言人都是固定的啦，都是挑过的所以既然你是第一个要求我一定要接受采访，第二个就是出来讲的这个人也是挑过的人，要不就是长得人高马大又帅要不就是漂漂亮亮然后形象很好的学生所以都是挑过的。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当然不会去指责对岸的这个大学生但是我们还是会认为说，你说出这样子的话，我们也是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但基本上我们不希望在交流以外横生枝节。所以你看，在他说出中国台北以前，他到中山女高去，或者他有一些这个访问的这个行程其实都还蛮顺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要3不1低调，尽量的低调交流，就让他顺顺利利的走完就好。这是保护双方啦，也保护那个女生嘛。那结果没有想到他这么高调的受访，然后又这么高调的说出了中国台北之后，然后社会就炸锅了。这个才是我们不乐见的。我们真正不乐见的是在于说，主办单位没有控管好。没有控管好这些东西所以要萧旭岑来说明的就是这些东西对，更甚至于是事后啦。我们也看到说舆论上面来讲就会认为说，那他说出了中国台北之后，萧旭岑应该要帮他灭火嘛，结果不但没有帮他灭火，还说中国有什么不对，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有什么不对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我们还是要以客观的事实来讲啦以客观的事实来说的话，两岸互不隶属啦，或者至少现阶段的台湾的这个共识台湾人民的这个共识。就会认为说，你说出的中国，其实心知肚明，你说的是什么？你中国台北心知肚明说的是什么？那你不需要再去加油添醋了。这些中国团的学生来了之后，没2天，马英九就跑去中国，对，然后呢，再加上萧旭岑的这些谈话，就一个老师的观察，你觉得这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个上面的剧本在要求他们2个这样演出？客观事实来讲有没有我当然不知道，但是以主观的臆测或主观的去研析这样子的时间点啦、内容啦，那我是认为说，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前后比对一下省副主委会呼吁说，尽量不要做出一些伤害国人同胞，或者说不要去有煽动的这样子的一些言语了那如果说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会觉得说可能是一个配套好的？因为时间点过于巧合，我们一个副总统，我们一个前国家总统要去，不可能昨天想说要去，今天就去，对，一定是好几个月前，甚至半年前、1年前就规划好嘛。对，那你要邀请一个陆生团来，你也不会说好我来邀明天就来嘛。所以你在这么长的一个筹备时段里面，怎么可能不会重叠到？你怎么可能不会知道说他来我去，在台湾社会里面造成的印象是什么？或者说我今天一个国家的元首前总统要去，要见哪些人，要说什么话，哪些可以公开，哪些可以不公开。就算马前总统自己没有想法，他的幕僚也应该要帮他想好。可是他的幕僚萧旭岑显然走得比马英九更快更远。就这件事情，你有没有觉得？所以萧旭岑有什么样子的动念，或者是他有什么动机？他表现得比马英九更积极，这件事情很怪，还是说他是接下来的接棒人？这个我不好意思多说什么，因为我跟萧旭岑也素未谋面我跟他也没有私交，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往来，所以这个真的只能问他才知道。我还是一样回来，我还是想要强调，就是说，台湾在现阶段来讲的这个对中政策上面来讲，或者是两岸的议题上面来讲，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我也必须要诚实讲，对我们还没有非常强的共识，我们不要等到像以色列，我们不要等到像乌克兰被人家揍了之后，然后你付出了很大的惨痛跟代价之后，我们才愿意团结。所以老共对于台湾的不管是这个身份证啦，或者是这种渗透，然后吸收我们的这些人，你真心觉得其实他们就是在复制俄国跟乌克兰模式？那其实我们前一阵子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也到美国去了一趟，我也到欧洲去了一趟，也是有很多欧洲的，特别是欧洲，然后因为我们一定会聊俄乌战争，也有很多欧洲的，不管是智库不管是政府官员或者说是立法部门的国会议员他们也都会提醒说，其实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有些情况，他们很不愿意的讲说，正在看到台湾也有类似的这个情形所以比如说我们到那个爱沙尼亚去的时候，那个海底电缆，他们特别有感我们等一下是不是又要聊海底电缆？对，我们等一下
Oh my God， 我真的逃不过你的这个。所以就是说，刚刚提到说会不会俄罗斯怎么对乌克兰哦，然后现在中共就怎么对我们。我觉得啦哈，当一个集权国家或者当一个非民主国家，当一个拳头比较大的国家，他吃定了一个小国的时候，他们都会互相学习的啦。所以现在中共就是看说，俄罗斯用什么样的方式，那他付出了什么成本，哪些东西有效，哪些东西没效，他看在眼里，他都看在眼里。所以我们当然不要，我们有信心不会成为乌克兰第2，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还是在于说，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议题来讲，没有提早的有心防，没有提早的凝聚一个该要有的一个捍卫自由民主的一个共识的话，那么当然，老共就会觉得说还是有机可乘。他们说的那个统战就是交朋友。那其实毛泽东也说过啊，统战就是打败了中国国民党的3大法宝之一嘛。所谓的交朋友，就是在你里面找到一个理念跟我比较近的然后拉拢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主要敌人被打击完了之后，次要敌人就变主要敌人了。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消灭完所有的敌人。不要再被这些统战、这些花言巧语这些包着糖衣的这个毒药还是要注意了。